Hello， 大家，最近呢 AI 界发生了好多大新闻哦。今天呢就来带大家看看最近发生了哪些事情吧。首先第一个呢是 OpenAI 终于决定开发他们自己的高阶 AI 代理产品，最高可以达到美金2万一个月哦，是不是非常的夸张呢？那这个项目呢，它会有3个等级。首先第一阶呢是高收入支持者，它是2000美金一个月。那它里面呢就是可以处理一些数据啊、写报告啊，然后做决策，主要是针对销售方面的一些决策哦。然后再来第二阶呢是针对软体开发者，是1万美金一个月。哇，他的收入已经比我高好多这样子。这个程式专用的，它就是可以写程式嘛，然后 debug， 然后加速开发。下来最后一阶最高阶2万美金一个月的这个等级呢，是博士级研究等级，它可以助攻比较高级的研究，然后分析文献啊、跑模型跟处理数据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他们要开发这个产品呢？主要当然是为了要赶快盈利啦。因为去年呢，他们其实亏了多少？50亿美元，他们亏了50亿美元，所以他们要尽快把这个东西可以盈利化这样子。然后 SoftBank 软银呢已经承诺今年会投入30亿的美元哦。那这个产品呢，估计也会占 OpenAI 的长期收入的20%到25%这样子。那这种等级的产品呢，应该不是我等凡人可以用得到的，应该是比较大公司啊、研究的那种等级的学术研究机构比较会用得到吧。因为我们之前刚才就说要集资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就算今天集资然后可以用了，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会浪费那个模型吧，对不对？再来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发表的这个 QWQ32B 模型，据说呢可以媲美现在最夯的 DeepSeek R1 模型哦。那这个 QWQ32B 它的参数规模呢，据说是320亿，然后 DeepSeek 的 R1 呢是6710亿的参数哦，所以它只是用比较少的参数呢，就达到了这样子的效果哎。那这个好消息呢，也立刻带动阿里巴巴的港股上涨超过了8%。那现在这个模型呢，已经可以在 Hugging Face 等等的网站下载下来使用了。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呢，在 Post 上面也可以用，就是它有一个 Preview， 然后就直接开始用了这样子。所以大家有兴趣呢，也可以去试玩看看哦。再来第3个消息呢，就是现在轰动全网的 Monica 他们发表了 Manus AI Agent， 也就是代理的部分。那这一款呢是被认为是全球首款通用的 AI Agent， 据说呢在标准测试里面击败了 OpenAI Deep Research 的助理模型，所以大家呢都非常期待这个 Manus 表现如何哦。但是因为它现在呢需要一个推荐码你才可以注册，那据说呢它好像只是速度比较快，但是有没有比较好用，现在是未知的状态。所以如果你有用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补充一下，你现在用 Manus 感觉如何呢？那这个 AI Agent 呢，据说就是可以在网络上面执行一些自动化的程式，例如说你可以直接请他去帮你点一些影片啊，或者帮你下载一些东西之类的。如果好用的话会非常的厉害，但是不好用的话就比较尴尬这样子。再来呢，下一个消息就是 Meta 也要推出他们自己的 AI 应用咯。据说呢这件事情会在今年的第2季推出哦，就是他们要直接跟 OpenAI 的 ChatGPT 竞争。那他们的首席财务长呢表示，这应该会变成一个付费订阅制的服务，就是有点会类似现在 ChatGPT Plus 的这种功能。所以大家呢可以稍微期待今年4、5、6月 Meta 也会推出他们自己的 AI， 到时候可能又要付一笔钱了。如果推出的话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实测一下哦。我觉得呢 AI 要好用，其中一个要素就是这间公司必须要有一点不择手段，然后我觉得 Meta 正是这种公司。再来呢，今天的最后一个消息就是新加坡的星展银行宣布，未来3年将要裁掉4000名临时和合约员工，那这些职位呢逐步会被 AI 替代哦。同时间呢，他们也表示将会新增约1000位跟 AI 有关的职位。那星展银行呢，其实是第一批采用 AI 取代人力的银行之一哦，这也代表着金融业即将呢这个 AI 浪潮要到来了。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嘛，因为金融业其实蛮多都是重复的文书工作，如果可以利用 AI 之力的话，就可以释放非常多的人力出来这样子。最后呢，再稍微补充一下，就是几个我最近用到的 AI 的感想。首先呢，就是我非常喜欢 Grok， 但是呢，它在深度搜寻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进入省力的模式，然后它的新闻消息也不是到非常的及时。应该说你要它查询大量资料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精准及时。因为刚才例如说我要它查 AI 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啊，就没有到那么准确。然后例如说我用 ChatGPT 去查一样的题目的话，它出来的消息都会是稍微比较及时，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差距。而且 ChatGPT 它就是比较细节，就是细蛮多的。再来另外一个最近大家敲碗很久的 AI 就是 Fellow， 然后我去用了一下呢，我觉得它在基本功能上面跟其他的 AI 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功能都差不多，然后也没有比较好用，顶多就是可能它对语言的支援程度是比较高一点。然后它里面比较特别，就是它有一个简报功能，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做简报，就是这边呢右上角有一个这个 Generate Presentation， 然后它就会开始帮你做报告。OK， 它现在的写字有点慢，我之前用下来是这样。
做报告这部分有一点慢，我自己觉得。但是呢，它的好像客制化的程度是比 Gamma 还要高，就是做简报的另外一款 AI 叫做 Gamma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搜寻的资料明明就是中文的，然后它出来会变成是英文的这样子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 Fellow 这款我目前对它的结论就是好像没有到特别的好用，然后它的界面有点像是 Perplexity 还有其他 AI 的结合体，然后又加上一些制作简报的功能，所以就有点像是多合一的感觉吧。然后它现在是有免费额度，所以如果你想玩玩看的话，就是可以直接登入来试用看看咯。然后呢，如果大家有想要敲碗其他的 AI 测评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就是尽量会去实测。那如果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用的话，我就基本上不会做影片啦。所以像是这只 Fellow， 我现在就还在考虑说我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切入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感想。如果你对 Fellow 有怎样的感想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补充，我就会去直接实测看看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不知道大家今天听完这些 AI 的新消息有怎样的感想呢？我只觉得它真的进步的好快，然后我已经快要跟不上了，但是还是要非常努力，赶快让自己适应这样子的新环境，不然像是金融业就直接被取代了，谁知道下一个会不会直接取代 YouTuber 呢？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加油吧。好，任何问题欢迎下方补充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